一场耻辱性的7点刷新的国足对阵日本的最大分差。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说都7点啊，还有什么分析的必要吗？当然还会有人说这批球员就这个实力谁来都一样，可是真的一样吗？过去这么多年国足一直被喷菜，但国足从来没有输过这么大的比分。这一场惨败从战略的角度到比赛的战术布置，主教练伊万科维奇都是灾难性的，这并不只是耻辱性的一战，更是系列赛的天崩开局。我们知道18强的系列赛一共有10场，前2名直通世界杯，3、4名晋级下一轮。以国足目前的实力定位，争4几乎是唯一的道路。那么在明确这一个系列赛目标之后，国足在面对小组实力前3的球队时，日本、澳大利亚、沙特，首要的任务是少输保平；而面对直接的竞争对手时，巴林、印尼，国足的任务才是保平争胜。只有这样，国足才有可能在这个小组中突围而出。因为在最后的排名中，不仅要看球队的积分，还要看净胜球。结果伊万第一场就整了一个负7开局，而且巴林还爆冷赢了澳大利亚，印尼客场平了沙特。以国足的进攻能力，就算后续不再丢球，这个净胜球劣势都很难追得回来。所以从系列赛的战略角度来说，几乎没有比这更差的开局。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本场比赛的战术。这场比赛身高碾压对手的国足却被日本头球碾压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根本没有拼身高的机会。所以就算你平均身高再高5厘米都不管用。日本的3-4-3拥有2名超强的边路攻击手，左边是3球王，右边是久保建英，在单对单的情况下，国足几乎不可能防得住他们。因此，国足的4-4-2在面对日本的边路进攻时，边前卫就需要帮助边卫一起来防守。而当久保建英一人就吸引2名防守球员之后，国足的防线是缺乏足够的宽度的。可以看到，当边卫顶出去之后，国足禁区内的3名后卫需要面对对方处在中路的3名进攻手弱侧的3球王，正处在无人盯防的区域。再来看这一次左路的进攻，3球王同样是在边路，面对国足2名防守球员，一个内切摆脱之后，可以看到在禁区之内，日本又拿到了4对3的优势，弱侧的唐安绿站在空档之中，刘洋在防守中选择靠向唐安绿，南野拓实就在禁区内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。国足的第2粒丢球出现的问题也是一样的，久保建英在边路持球吸引2名防守球员，在拉扯开防守之后，他回敲给了空档位置的唐安绿，唐安绿几乎是瞄着禁区找到了后点空档位置的3球王。国足在半场结束前再丢1球，很显然在整个半场的博弈中，伊万的先手布阵明显被激进的森保一压了一头。当对方有足够出色的边路攻击手时，防守的宽度应该是球队防守布置中的重点。回收弱侧的边前卫或者5名后卫就是不错的选择。下半场伊万也做出了这样的调整，他将整体阵型切换成了5-3-2。这样的调整虽然拓宽了球队的防守宽度，但也减少了球队在中场的人数。一般情况下，在这种防守场景中，5后卫的边中卫应该更大胆地跟住前插的进攻球员，因为3中场布置下的边中场有很重的边路协防工作，尤其是在日本的边路进攻这么犀利的情况下，边中卫应该更大胆地压上来支援中场。但可惜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勇气，最终的结果是对方2名球员就轻松地打穿了我们5后卫的防线。在第4粒丢球中，国足再次因为中场覆盖不足而出问题。可以看到，日本仍然是外围转移进攻方向，我们的边中场仍然是优先考虑，为边路提供协防，而对方的传球就是瞄着中场横向移动留下的空间，将球塞到了中锋的脚下，随后就是南野拓司精彩的个人演出。当然，在这一次防守中，我们3名中场在防守选位上出现了不小的问题。后腰本应该在更深的位置为防线提供保护，但他几乎没有为这次防守做出任何的贡献。仅就本场比赛而言，看得出来我们的球员根本就打不了5-3-2的阵型，这的确是球员的实力差距所造成的。但作为主教练，伊万的调整也欠缺足够的考虑。从比赛开始，双前锋的配置就没有对日本的传导造成太大的阻碍，而且在进攻端也几乎没有对日本造成杀伤。考虑到双方的实力差距以及客场作战的劣势，以少数保平作为目标的国足，真的应该排除2名前锋的布阵吗？从一开始更坚决的摆大巴，结局又是否能够更好一点呢？这里是卓越之巅 Beyond the Podium。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第1轮18支球队昨天都是逐一亮相，这是9场比赛的赛后比分。是不是感觉17支球队都很正常，就那么1支球队在里边感觉有点突兀啊？亚洲球队都在秀，只有我们在挨揍，还是挨最毒的打。
最搞笑的是啊，昨晚范志毅直播间的比分牌最后一页，最大数字那是6，都没有准备到7，居然能被干个0.7分，真的想想都可笑至极。同组的巴林客场1-0战胜澳大利亚，印尼客场和沙特1.1分战平，还幻想着我们对标巴林印尼力争小组第4吗？我们就没有那个实力，好吧？我们就是整个18支球队里边妥妥的鱼腩，好吗？巴勒斯坦客场0点逼平韩国，巴勒斯坦第5档还是第6档球队，国家还在战火纷飞。他们有什么完善的后勤保障？他们有什么良好的足球资源？他们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连自己的主场都没有。18强赛主场无奈搬到马来西亚去踢。但是他们最起码有着对足球的那份热爱，拼搏有着对足球最起码的敬畏之心。现在来看，我们大比分输球那就是正常结果，你不大比分输球谁来输？有哪个国家的足球反腐一次球鞋里边从上到下几乎是一窝端？联赛呢这么多年还是那么多的假赌黑。一个中超公司的原总经理非法售出了23家俱乐部共计38次的贿赂，少则5万多则100万，大小通吃啊！俱乐部教练球员一次反腐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几十个。我们球协主导的青训又有多少？看看新进的 U15、U16， 国足有多少小球员是来自私人青训培养出来的？球员都是靠私人青训，那么要你们球协有什么用？你就说要你们这个部门有什么用？天天赚着最多的钱，挨着最毒的打。你说我们的足球能踢好吗？禁足处罚名单是唯唯诺诺，思前顾后，迟迟不敢公布。怕什么吗？中国足球还有什么怕丢人的？好在禁足名单没有公布啊，这回来得及修改，从严从重的处罚，该降级的降级，该罚分的罚分，该禁足的就禁足。不管是俱乐部还是球员，包括工作人员，能接受的你就继续干着，不能接受你爱干嘛干嘛去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都已经烂成这样了，还想着脸上弄块抹布当遮羞布。球员的工资还是高，那继续往下砍，能踢你就踢，有本事自己技术练好，出去赚美元赚欧元去，去不了高级别的联赛，低级别联赛你又吃不了那份苦。窝在自己家里养尊处优惯了，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，我们缺少对于足球的那份敬畏之心。人家踢足球是热爱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，努力拼搏的踢足球。我们呢，足球在我们这儿呢就是个捞钱的工具，上到管理者大捞特捞，下到球员踢假球赚钱，中间还有各级别教练领队吃拿砍药。你说我们的足球能好吗？俱乐部为了那所谓的面子，年年赔本赚吆喝，阴奉阳违的到处抢着中国足球那些稀缺的所谓足球人才。对于那些阴奉阳违的俱乐部，逮住你就使劲发，你上有政策，他下有对策，搞什么签字费、肖像权收入、公司挂职来提高球员收入，扰乱市场秩序的俱乐部，逮住你就使劲发。昨晚国足惨案谁该负责？首先教练肯定要承担一定的责任，我们是集训最长的球队，针对日本做了有什么有用的战术部署？有没有真正彻底的了解并且掌控自己的球队？有没有明确的战术思路？作为事故现场第一责任人，11名球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你们昨晚踢的有硬度吗？有强度吗？有该有的血性吗？当下半场即将崩盘之际，在比分3.04分的时候，你们是一点都不恼火吗？还在幻想着赶紧混混，把90分钟时间混完。4点的时候，你们是一点态度都没有。就算我们进不了球，你们也应该用你们的硬度、强度来告诫对方。真是一帮软蛋！昨晚0.7分的惨案传遍世界，布莱顿官方祝贺，三山勋利物浦发文祝贺，远藤航法甲祝贺南野拓士等等，就连帕尔马也来凑热闹，发文祝贺铃木彩彦。丢人丢到了全欧洲都知道国足被日本踢了个0.7分啊！丢人丢的全世界都知道了。